欢迎回到海娟美食。咱们很多人都喜欢吃油条，尤其是早餐，再配上一碗豆浆，那味道老好了。那么怎么才能做出好吃的油条呢？配比也非常关键。海娟用最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。首先，盆中倒入中筋面粉500克，加入1颗鸡蛋。 5克的盐，5克的五铝泡打粉，2克的小苏打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把蛋黄打散。搅匀以后，分少量多次的加入270克的温水，继续搅拌。 搅成面絮状，揉成面团儿。把面简单揣成团儿即可，直接移到案板上。我们提前准备15克的食用油，比例很重要，揉面也很关键。然后蘸一些油。 这个关节处都蘸上油，我们用揣面的方法，千万不要揉，揉面起筋，炸出的油条就不好吃了。一点一点的给它按压大，然后折叠。砧板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再适当的抹些油。 两边折叠，重复按压，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去揉面。看一下，这个面已经有筋性了，揣不出去了。这时候我们扣上面盆，醒面15分钟。接下来进行第2次揣面。 同样沾油，把面揣出去。做油条这一步很重要，千万不要偷懒哟。再叠加过来，继续揣面，继续叠加。 同样的手法，折叠按压3次，醒面3次，然后我们把它卷起来，放在保鲜袋中，封好口，放在冰箱冷藏6到8个小时。案板上撒一层干粉，取出醒好的面团儿。 这个面团儿千万不用搓揉了，搓揉起筋就不好了。然后直接拽一拽，压一压，再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的薄片儿。 往长擀一擀，往宽擀一擀，要匀劲儿擀出去，不要一下擀到头。擀成厚度大约为0.2厘米左右的长方形薄片儿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切成宽度大约为3-4厘米左右的宽条。
切好的宽条中间隔上一条，画上一道水线，一定要按在中间的部位。如果这水线打偏了，它就粘在一起，炸的时候它就不开。再将2块面重叠在一起，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有技巧的。走泥，然后对叠，叠好以后，用筷子从中间的部位压下去。这样就可以下锅炸了。锅中放油，我们扔下一小块面，这个面迅速的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双手抻住油条的两边，轻轻拉伸，放入锅中。看见油条飘起，我们就用筷子不停地翻动，越翻动油条越蓬松。整个过程大约炸至1分多钟，油条两边变成金黄色，内部蓬起，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控油出锅。家人们，油条学会这样做，是不是超级的简单呢？看一下，表皮是酥酥脆脆的，掰开里面看一下，看一下里面蓬松暄软，个个都是空心的。如果你也喜欢吃油条，记得给海娟点个关注哟，有时间试试吧。想炸出好吃的油条，关键点就2个，一个是揣面，一个是和面的比例。记住这2个关键点，保证你也可以做出好吃的油条。我是海娟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做一个好看、好吃又特别有营养的早餐饼 ，Let's go！首先，盆中倒入2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2克的盐，从中间画一条线，一半用60毫升的开水和面，一半用60毫升的凉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至这样的面絮状，放入10毫升的食用油，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揉成一个光滑柔软的面团，直接移到案板上。案板上可以抹少许的油，直接搓成长条状，切成均等的4个剂子。拿过一个剂子，由外向里给它搓揉均匀，整理成一个圆形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大盆中抹上1层食用油，把面剂放入里面，面剂表面再抹1层食用油，盖上盖子，醒面10分钟。醒面的时候，我们来切一些小葱，
再切一些姜末，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猪肉馅中，放入少许的十三香、鸡精、盐、料酒、酱油，再放入一勺刚刚炸好的花椒油，打入一颗鸡蛋，搅拌均匀。10分钟过去了，面团也醒好了，直接取出面团，放在案板上，拿过一个剂子，轻轻按压，按成一个小圆饼。压好的圆饼上面，给它轻轻地撒一层面粉。把所有的面饼全部摞在一起，再次给它按压，按扁按大，翻过来再按压，这样比较均匀。再用擀面杖直接擀开。这个动作要稍微轻一点，擀开擀大，擀成这样的大圆饼即可。平底锅提前预热，锅中不用抹油，借助擀面杖把饼放入锅中，整理一下，盖上盖子，中小火捞1分钟。时间到，给它翻个面。取下最上面的一张饼，接着继续烙，再次给它翻面，取下第2张饼，再继续烙。时间到，这时候2张饼就一起出锅啦，把它分开。拿过一个饼皮，放上肉馅儿，把肉馅儿整理成一个长方形的框，然后打上1颗鸡蛋，上下对折起来。在2侧对折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平底锅预热，刷少许的油，放入包好的鸡蛋饼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烙制2分钟。时间到，饼皮上面给它刷一层油。给它翻个面，再次小火慢煎，再次给它翻面，全程不断的给它翻面，烙至2面金黄，鸡蛋定型就可以了。出锅。鸡蛋饼做好了，切开看一下。看一下，特别的好看。鸡蛋的营养，肉馅的咸香，吃起来一定特别的可口。喜欢的朋友们赶快试试吧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。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春饼。有家人们反映面太软不好操作，那么海娟今天就来做一个稍微硬一点面的，多加一种食材，保证您也能一次成功。首先盆中放入中筋面粉500克，
加入3克的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加入1个蛋清，这样我们擀制的时候面不容易破，比较容易操作，让面更有韧性。加入275克的凉水，边倒边搅拌。如果家里人口少，我们可以用300克的面粉，同样加1个蛋清，加入165克的凉水。用着这个比例来操作，就跟海军这个1斤面粉一样的。搅至这样的大面絮状，揉成面团。把面揉成团即可，我们直接移到案板上。大家平时怎么搓衣服，就怎么来搓这块面，用推拉搓揉的方法，把面揉光揉匀。记住，这个面一定要揉光揉匀，我们擀制的时候才不容易有那种小颗粒。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揉面里最简单的手法了，很快会把面揉光，不用醒制。如果您懒得揉，也可以醒制10分钟，轻松把面揉光。看一下，面揉匀以后是这种发光发亮的状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上盆，醒面半个小时。醒好的面团儿，咱们从中间给它1分为2。撒一点点干粉，搓成长条状。另一块也同样搓成长条状。然后把2条面并排在一起，切成均等大小的面剂。一个面剂大小在20克多一点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面剂给它团圆。然后我们把面剂子直接按压扁，擀成饺子皮的形状。我们一边擀制饺子皮，一边面剂子用保鲜膜盖住，防止发干。所有的面剂子都擀好。擀好的饺子皮，我们8张分为一组，在饺子皮的表面抹上一层薄油，薄薄一层即可，但是每一块都要刷到位，包括边缘的地方。再落上一张，刷油。每一张饺子皮都不要有漏掉的地方，一定要刷匀、刷满。以此类推，把8张饺子皮全部摞在一起。因为我们分了32个剂子，我们就8张为一组，也可以10张为一组，根据自己的手法。如果新手呢，我们可以2、3张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时候我们不要着急擀开，先把做好的一摞放在保鲜膜的底下，让它醒制5分钟，给它一个缓冲的时间。接下来我们取出第一摞做好的饺子皮，我们用手沿着边缘的地方一直顺，一边捏一边顺。这样的目的是让饺子皮儿更加的齐，擀出的饼也齐。翻过来，再顺一顺。案板上少撒一些干粉，放上饺子皮，再次按压。如果不会擀，或者是怕擀不齐的，我们就可以用手按压的方式，先把面摁大，摁一摁，翻过来，
再摁另一面，这样会越摁越大，越摁越薄。压的稍微大一些的时候，我们再用擀面杖给它擀开。上推，下拉，左推，右拉，不要一下擀出去，防止不均匀。翻个面儿，同样的手法，上推，下拉，左推，右拉。饼铛预热，不用刷油，放入我们擀好的饼皮。我们开中小火慢烙，不要开大火。第一次大约烙制30秒，看见饼皮的表面微微变色，然后我们给它翻一个面儿。看一下底部这个饼已经熟了。这时候我们沿着边缘给它撕下第一张饼皮，看一下薄不薄。10秒钟，我们接着翻面，同样的动作，沿着边缘处，我们给它撕下第2张饼皮。再过几秒钟，我们再次翻面，同样的动作，我们揭下第3张饼皮。重复以上的步骤，翻面，每翻一面我们就揭下1张饼皮。同样的动作，我们揭下所有的饼皮，最后2张饼皮。家人们看一下这个饼，张张透亮，卷上点自己喜欢吃的小菜。就算是放点黄瓜丝，放点青菜都特别的好，特别的筋道，张张薄如纸。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动手试做哟，方法特别的简单。饼烙好了，孩儿他爸也把菜炒好了，这是我家孩子最喜欢的鱼香肉丝，放上一些。然后我们给它卷起来，家人们看着有没有食欲？这样做的春饼，我家孩子能吃10张8张的。如果你家孩子也喜欢，就赶快动手试做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今天做一个韭菜馅饼，柔软鲜香，凉了也不硬。如果你喜欢吃韭菜馅儿，可以跟着海娟一起做起来哟。首先，盆中放入普通面粉500克，加少许的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直接倒进500毫升的凉水，记住这个比例啊，面和水的比例是1比1，然后搅拌，搅拌至稠一点的面糊状，有颗粒没有关系啊，先醒上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用筷子继续给它搅拌，顺时针朝着自己的方向一直搅，多搅一会儿，搅至面糊明显细腻，盖上盖子，继续醒至10分钟。2次醒发10分钟后，我们再次用筷子给它搅拌。看一下，这时候的面糊已经变成发亮、细腻了。继续搅动，搅拌至细腻无颗粒状，盖上盖子，继续醒面，醒至4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馅料的部分，2把控干水分的韭菜，切成颗粒状。切好的韭菜放入大盆中。切好的韭菜放少许的油，搅拌均匀，防止韭菜出水。碗中打入4颗鸡蛋，把鸡蛋搅散，
起锅放油，油微热倒入蛋液，用筷子快速搅散，搅成这样的颗粒状，晾凉备用。晾凉的鸡蛋碎放入大盆中，加入花椒粉、鸡精、盐，最后来点小磨香油增香，搅拌均匀。韭菜做馅儿本来就很鲜，所以不用过多的放其他的调料。看一下，这是一共醒制1个小时的面，这个面的状态特别的亮，证明面就醒好了。案板上多撒一些面粉，倒出醒好的面糊，面糊上也撒一些干粉，然后我们用一个刮板给它往里收，整理一下形状，揣进一些面粉，下手把面整理成长条状，然后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，用刮板取过一块面剂，手上也放一些面粉，把面糊整理成圆形状，然后直接按压扁。如果手上沾，就沾一些面粉，防止粘。然后放上2勺馅料，放馅儿的时候要按压紧实，包的时候才容易包好。用我们平时包包子的手法给它收口。剂口朝上，放在案板上，整理一下，按压，按压薄一点的饼坯状，然后再用擀面杖轻轻擀开，擀得薄一些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电饼铛预热，刷油，油热后放入饼坯，剂口朝下，再次按压，按薄，整理成圆形。盖上盖子，烙制1分钟。1分钟后，我们把饼的表面刷一层薄油，然后给它翻面，烙至饼皮完全鼓起，两边都呈这样的金黄色，即可出锅。看着有没有食欲？这样做出的韭菜馅饼特别的柔软，就算凉了也不会硬。看一下这个柔软程度，要多软有多软。薄皮儿大馅儿，如果您喜欢吃馅饼呢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哟。今天分享一个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红糖大枣馒头，没有过多的步骤，简单还好吃。下面开始制作。首先，盆中倒入1大碗面粉，放少许的白糖，加3克的酵母，用温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至大面絮状，下手揉成团儿，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儿，盖上盖子，发酵至2倍大。面团醒发至明显变大，有这种密集的蜂窝组织即可。另取一个碗，放少许的小苏打，加少许的水，晃动一下，搅拌均匀。化好的苏打水放入面团里，再次揣均匀。加入60克红糖，切好的大枣碎，把它们完全的揣在一起，混合均匀。整理成面团后，直接移到案板上，再次搓揉面团，揉匀，揉至细腻。把面团直接搓成长条状，揪成大小均等的面剂。取过一个面剂，由外向里搓揉均匀，整理成一个馒头的形状。做好的馒头放入碧帘中，
锅中提前放入温水，把馒头生坯放入锅中，2次醒面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馒头明显变大，这时候我们开中火，先把水烧开，再蒸15分钟，关火再焖3分钟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真不错！这样做出的红枣馒头，因为水分充足，特别的暄软，再加上红糖的香甜，浓浓的大枣香，真的是美味极了。掰开一个看一下，特别的暄软，特别的好吃，小时候的味道，再加上一个大炖菜，中午就吃它了。如果您喜欢，记得先收藏，有时间试试吧。今天做一个好吃的红糖发糕，原汁原味，简单又省事儿，跟着我一起做起来吧。看一下里面，气孔均匀，按压不回缩不塌陷，特别的绵软。首先大盆中倒入50克红糖，加入600毫升的温水，先把红糖搅拌融化，一定要把红糖搅拌融化。红糖水中加入酵母5克，泡打粉3克，不喜欢的可以不加，搅拌均匀。再分少量多次的加入500克面粉，边倒边搅拌。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，搅拌成这样细腻无颗粒的稠面糊状。盖上盖子，发酵40分钟。发面的同时，我们来准备几颗大枣，把大枣去核，切成方形的颗粒状。切好的大枣放入碗中备用。看一下，面糊已发至快满盆了，表面全是这种小泡泡即可。我们给它搅拌一下，排除里面的气体。现在我们准备一个模具，把底下那个托给它拿掉，放在壁帘上，把边缘处放一层油纸防粘，倒入醒发好的面糊，然后摆入我们切好的大枣碎，大枣碎完全摆放好后，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10分钟，醒发至容器8分满。这时候盖上盖子，开中大火，先把水烧开，水开以后蒸30分钟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真不错，特别蓬松。出锅，抽出油脂，给它脱模，稍微晾凉，给它切开看一下。掰开一个看一下，看一下气孔均匀，蓬松又暄软。这样做的发糕是不是特别的省事儿？如果你喜欢吃红糖发糕，可以试试这样做哟。我是海娟美食，我们明天见。